蓝鲸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国际禁止捕杀，然而日本多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解禁要求，但是遭到了世界各国反对。蓝鲸到底是怎样一种动物？为什么人们这么稀罕它们的粪便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蓝鲸虽然生活在海洋里，外形像鱼，但它其实是哺乳动物，所以蓝鲸的体型要比其他鱼类大出很多倍。它们的体重一般在150吨到180吨之间，形象地说，就是有25只以上的非洲象那么重，也可以理解为2000到3000个成年人的体重总和。如此庞大的蓝鲸，它的身体器官也具有惊人的重量。蓝鲸的舌头上都能站50多个人，重量达到2吨，头骨有3吨，肝脏有1吨，心脏有0.5吨，大小和一辆小汽车相当。它们的血管非常粗壮，完全能够容纳一个小孩，而血管里的血液就有8吨重。蓝鲸幼崽属于胎生，一出生的幼崽体型就很大，重量甚至超过一头成年大象。而这样体型的幼崽蓝鲸，在哺乳期每天就要喝400升母乳，这样的胃口也造就了它们惊人的生长速度。据研究，蓝鲸幼崽每天可增长90千克的体重。那么这样的海洋巨兽每天又要吃多少东西，排多少粪便呢？蓝鲸进食非常简单粗暴，不用像其他野兽一样费尽心思去捕猎，它们只要一张口，周围的小鱼小虾就会连同海水一起被蓝鲸吞入腹中。蓝鲸的口腔极大，张到最大时可以塞下8辆小汽车。当鱼虾混着海水进去之后，它们就把嘴闭上收腹，在腹部的挤压下，鱼虾海水混合物会再次喷出去。但是蓝鲸嘴巴上有2排板状须，它们就像筛子一样，把鱼虾留在了里面，把海水过滤出去。一头蓝鲸每天大约要吃掉4吨到8吨的食物，自然它们的排泄场面也可谓是遮天蔽日。一般情况下，蓝鲸潜水深度可达到200米到500米之间，但是这个深度的水压实在太大，不利于排便，所以每当它们想要解手的时候，都会靠近或浮出水面。蓝鲸解手一次可以排出2吨左右的粪便，那画面可想而知。从海面下看，就像暴风雨前的乌云一样，一瞬间就乌泱泱地向四周散开。据说这种场面之下，足以把方圆100米的水域都给污染了。然而，这样令人作呕的场景，为何却说是自然的恩赐呢？蓝鲸的2吨粪便虽然是排泄物，但也是富含有机物。蓝鲸的一次排泄就可以养活无数的浮游生物，而这些浮游生物又是小鱼小虾的食物，小鱼小虾又是蓝鲸的食物，所以这就构成了一套生态循环系统。除了动物，海底的植物也能够受到恩惠。这些排泄物就是天然的有机肥料，落到海底之后被海底深植物吸收，而海底植物又会进行光合作用，能够改善海底的自然环境。所谓一鲸落万物生，这些体型庞大的鲸鱼，无论是自己的排泄物还是尸体，都能够为海洋生态平衡做出巨大的贡献。可是这样伟大的动物却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。从很久以前，人类就有捕鲸的习惯，因为鲸鱼能够为人类提供很多重要物资，比如把鲸鱼的脂肪提炼出来，可以做成灯油、肥皂和鞋油等等。尤其蓝鲸的体型在同类中算是佼佼者，能获取的更多。据记载，1935年时，美国、日本和挪威的捕鲸行动规模最大。为了能够将捕捉到的蓝鲸迅速处理，他们甚至建造了大型的工厂船，捕到蓝鲸之后，不用拖上岸就能原地处理。有数据显示，在人类大规模捕杀蓝鲸之前，全球蓝鲸的数量在20多万到30多万之间。但是在人类开始捕杀之后，蓝鲸数量急剧下降。到1930年，这些船队捕杀的蓝鲸数量达到了28325头。二战末期，蓝鲸几乎灭绝。后来，因为人类对海洋的污染，又造成了很多蓝鲸的死亡。1960年，国际捕鲸委员会幡然醒悟，开始下令禁止捕杀蓝鲸。然而为时过晚，此时被捕杀的蓝鲸数量已经达到了35万头。蓝鲸种群数量甚至不如100年前的1%，全世界仅存的数量只有50头不到。禁止捕鲸40年之后，全球蓝鲸数量开始有所恢复。2002年的一次数据统计显示，
蓝鲸数量恢复到了5000到12000头之间。但如果把每个族群都精确地统计一遍，数量应该还会更多。虽然法律上禁止了对蓝鲸的捕杀，但是蓝鲸的生存依然受到严峻的挑战。1982年之前，在北美加利福尼亚沿岸经常见到蓝鲸，但是1982年之后，这片区域的蓝鲸数量急剧减少。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，主要是由于全球变暖引起的冰川融化，使海洋浮游生物减少，并且随着大气二氧化碳的增加，海洋海水酸化比以前严重了，对磷虾的产卵、生长、进食都造成了影响，所以才会影响到蓝鲸的数量。除此之外，随着人类在海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，也出现了很多影响蓝鲸的因素，比如蓝鲸会被高速行驶的船只撞伤，被锋利的螺旋桨割伤，还有一些会被渔民的渔网缠住等，这些都会造成蓝鲸的死亡。蓝鲸与蓝鲸之间是通过声音进行交流，但是随着海洋上的船只噪音和声呐的出现，对它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造成了严重的影响。美国的海洋动物保护法甚至对蓝鲸分布的海域做了一些规定，禁止渔民在这些区域进行捕捞活动，并对船只的速度也做了限制，以期望减少对蓝鲸的伤害。一鲸落，万物生。我们从蓝鲸身上看到了自然界生态圈的环环相扣，看到了各种生灵之间的夺取和贡献。如果中间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，那么就是整个生态圈的崩坏。所以，如果地球上的蓝鲸都消失了，对我们又会有什么影响？简直令人不敢想象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